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去北京5天4夜。我这一次是从南京南站搭高铁到北京南站，全程4小时26分钟，票价是482块人民币。然后就直接走到高铁的餐车买徐州地锅鸡套餐，一个是40块人民币。便当打开来大概长这样，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饭也给的很多。一下高铁就在转地铁来到了朗丽兹酒店，我住的这一间是北京南站角门西地铁站店。这间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离高铁站还有地铁站都很近，所以不会有交通问题。我这一次是在哈勾达订房，一个晚上是1530台币，我个人觉得以它的交通还有装潢来说真的很便宜，所以就决定在这边住4个晚上。一走进房间，窗帘就会自动拉开，然后就会有一股阳光洒在你的床上。不得不说，房间虽然不大，但是采光真的很好。整间酒店的装修都很精致现代，环境也是舒适干净。然后镜子旁边还有电热毛巾架可以用。而且这间酒店双人房还一次给了4罐水，加上2瓶饮料，真的是物超所值。在酒店放完行李之后，就快马加鞭搭地铁来到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新建的大型皇家园林，占地面积有3.5平方公里。圆明园集中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粹，融汇了东西各种建筑风格，堪称是中国园林艺术之集大成者和顶峰杰作，因此又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凡尔赛宫。不过因为1860年的英法战争，所以圆明园目前只剩下被放火焚毁过后的遗址。这个景点叫做黄花镇，是仿照欧洲迷宫而建的花园。但是因为黄花镇里面很多人，而且进去可能会迷路，所以小林就决定直接去旁边买雪糕吃。我买的这个是12生肖盲盒雪糕，就是你会碰运气抽出其中一个生肖，然后我抽到的是牛。我买的这支雪糕是抹茶牛乳口味，一支是20块钱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这个遗址叫做方外观，是一座清真寺，听说香妃娘娘会在里面做礼拜呢。然后边吃着雪糕边来到下一站海晏堂。海晏堂寓意和亲海晏，天下太平。海晏堂原本有一个喷水池，水池两侧排列12生肖人身兽首的铜像。然后这个是复原过后的模型。接着呢，就走到了下一个遗址大水法。水法在清朝时期是人工喷泉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只看遗址真的很难想象它往日的辉煌。然后不知不觉就看到了黄昏。其实圆明园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但是因为小林已经跟朋友约好在人大吃晚餐，所以只能搭船快速撤退。搭一次观光船是40块钱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很值得，因为沿途的风景真的蛮漂亮的，而且之后还要去爬长城，所以真的不适合徒步走完全程。从船上看出去，夕阳在云中若隐若现，绿色的杨柳倒映在水面上，漾起绿色的阵阵波纹，真的是美到了极致。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门票一张是1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超便宜，因为这个景点认真逛，真的可以从早上逛到晚上。不过因为小林早上起不来，所以搭高铁的时间比较晚，来到圆明园已经4点多了，所以真的有很多地方没有走到，有点可惜。下一站就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我是先逛完校园，再去旁边的徽香阁吃晚餐。我点了一盘水煮牛肉，但是这一盘真的有点辣。我还点了一个铁板豆腐，还有京酱肉丝，这样一桌总共是134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隔天一早就来到了八达岭长城，但是没想到去长城之前还有一个熊乐园可以看，而且里面是真的有熊耶。
因为听说爬上去要非常久，所以我就直接来买了滑车的往返票，来回是120块人民币。接着呢，就实际录一段影片给大家看一下搭滑车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个滑车还不错，因为它下车就可以直接抵达长城，让你无痛成为来过长城的好汉。八达岭长城是中国开放最早的一段长城，也是至今为止保护最好、最著名的一段明代长城。八达岭长城全长374公尺，真的看不见尽头，而且这边真的要自己走，没有滑车可以搭了。不过因为小林来的这一天刚好很多地方都在整修，所以小林在看过好汉坡之后就决定直接搭滑车下山。不过下山的滑车真的比较刺激，因为它是下山，所以速度真的快很多。当然要到长城还是可以搭缆车，只是因为我觉得滑车比较稀有，所以就来体验看看。接着呢，就从八达岭长城搭877路公车下山，然后再转地铁来到了北京钟鼓楼。北京的鼓楼刚好在北京的钟楼对面，所以可以直接买联票，一张是30块钱人民币。北京钟鼓楼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报时建筑。然后我就决定先去钟楼，再去鼓楼。结果一走进去钟楼，就发现里面竟然没有电梯，要徒步走上楼。终于爬上来之后，就可以从钟楼看见对面的鼓楼，然后旁边还可以看见北京胡同的街景。钟楼正中悬吊巨大铜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听说重达63吨。钟楼内部都是红墙的砖石结构，走起来真的很有历史的感觉。最后再看一眼钟鼓楼的风景，就又要走原路下楼了。结果小林在1天之内爬了长城、钟楼还有鼓楼，1天之内总共走了67层楼。然后这个就是鼓楼内部的楼梯，真的也是很长。鼓楼里面是真的有鼓，然后因为我是3点去，所以正巧碰上击鼓表演。参观完了北京钟鼓楼之后，就去旁边的鼓楼东大街上面逛逛。鼓楼东大街可以说是传统与潮流的完美碰撞，既保留了老北京的韵味，又融入了超多的时尚元素。而且这边蜜雪冰城的杯子竟然还是北京天坛的图案，真的超可爱的。接着呢，就来挑战北京的特色美食茶汤里。茶汤的原料以高粱米面还有米字面为主，然后再配上红糖、白糖、葡萄干还有白芝麻。因为制作茶汤的时候需要用沸水冲蚀，很像在泡茶，所以才被称为茶汤。我觉得茶汤就是甜甜的面糊，吃起来口感绵密香醇。但是茶汤的味道真的很特别，所以很看个人口味，没办法直接告诉大家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我还点了一个门钉肉饼，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这样一桌总共是28块人民币。吃完了茶汤之后，就来到中国最顶尖的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然后因为北京大学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就只能租一台哈罗单车到处看看。不
不得不说，北京大学的生态环境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它很多风景看出去完全不输圆明园耶。不过大家来北京大学之前要记得预约，因为它的名额真的有点少。晚上就跟北京大学还有人民大学的学霸朋友来吃东来顺火锅，而且这边的主食竟然不是吃饭，而是吃窝窝头，真的很特别。这样一桌总共是186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还不错。隔天一早就来到味都美买早餐，我买了一个酥菠萝包，一个是8.9块，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这个时候，我的室友终于从南京站搭12个小时的卧铺列车来到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就一起去逛了天坛。接着呢，就来欣赏一下收藏品。这样子，你戳他鼻孔。你是麦块的那个姜子也很好笑。天坛始建于明朝，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谷还有祈雨的场所。天坛占地面积约273万平方公尺，是故宫面积的4倍，也是现存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然后就终于来到了天坛的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直径32公尺的圆形建筑，鎏金宝顶、蓝瓦3重檐穿尖顶，层层收紧，总高38公尺。祈年殿中央的4根龙柱高19公尺，象征着4季。祈年殿不止外观富丽堂皇，它的历史还有文化意义更是为它增添了一抹神秘的氛围感。就是当你站在下面仰望着祈年殿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震撼到说不出话的感觉。而天坛的主要设计思想就是要突出天空的辽阔高远，以表现天的至高无上。然后在天坛随随便便往上一看，就是这种精雕细琢，让你感受到上天的伟大和自身的渺小。天坛旺季的联票是34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叫做黄琼宇，是用来存放祭祀神牌的地方。最后就来到了圆丘，圆丘坛是皇帝举行祭天大礼的地方，但我个人觉得上面有一点热。感受完天坛的震撼之后，就来到了便宜坊烤鸭。那为什么要吃这家店呢？当然就是因为它叫做便宜坊，比较便宜啊，而且刚好在天坛旁边，所以就吃这家吧。我点了一份爽脆黄瓜、宫保鸡丁、白煮罗马生菜、养生鲜菌汤，还有老北京小吃。当然还点了最重要的烤鸭。这个烤鸭真的是切得超漂亮的，然后烤鸭当然就是要搭配荷叶饼还有烤鸭小料一起吃。这个烤鸭单吃非常酥脆，如果你把它包起来一口塞进嘴里的话还会爆汁耶。这样一桌总共是196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烤鸭真的很好吃，很值得来。但是北京的小吃真的很有特色，像我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吃起来甜甜的，里面有红色、绿色，台湾真的没有看过。吃完了北京烤鸭之后，就来到了传说中的紫禁城。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建于明成祖永乐4年。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公尺，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余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宫殿型建筑。
紫禁城最初建设投入了23万工匠，民工士兵上百万，前后更是延续建了15年之久。保和殿的宝座上方悬挂有乾隆帝御题的黄金有级匾额，但是这边的栅栏真的太多了，而且离得有点远，真的是看不太清楚。不过后来想想也觉得很合理，毕竟小林只是一介平民，怎么能够就近窥得皇上的容颜呢？下一站就来到了寿康宫。寿康宫是清朝太皇太后或者皇太后的寝宫，然后这个是紫檀攒足缂丝千玉屏风宝座。虽然这个宝座的名字有点难念，但是真的保存得很好。上面的慈寿宁禧匾额也是乾隆御笔。接着呢，就准备来去乾清宫，但是不得不说，这条路真的特别长，走了好久。然后这个是乾清宫殿前的社稷江山金殿。终于看到了正大光明的匾额，但是这个地方真的要硬挤才可以进来拍照。接着呢，就来看坤宁宫还有储秀宫，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座宫殿的颜色跟其他宫殿比起来真的暗淡许多。臣妾不要喝那糙米薏仁，是水还是汤？不知道啊，很难喝的东西，但是还是要喝完。这个是城前门，但是门是关的，所以不能进去。下一站就来到了延禧宫，听说延禧宫是《甄嬛传》里面安陵容住的地方。这样好的阳光再也看不到了。紫禁城旺季的门票是60块钱人民币，但是因为小林来的时间真的太晚了，然后故宫只营业到5点，所以真的有很多景点都没有看到。这个是御花园万春亭的藻井，偶然抬头一望，真的非常壮观。这个是堆秀山，高约10米，阳光洒在上面，真的是超美的。离开了紫禁城之后，就来到了与紫禁城神武门隔界相望的景山公园。景山公园是元明清的皇家园林，也是明朝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景山公园的门票旺季是1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超便宜，因为它可以看见故宫的全景，而且开到晚上8点半。离开了景山公园之后，就来到了什刹海看夕阳。我真的是觉得这几只伞放在这里，真的是散发着一种中国传统的古典美。接着呢，就来到了姚记炒肝吃晚餐。我点了一碗炒肝、卤煮、炸灌肠，还有猪肉大葱包子，再配上一碗豆汁，这样一桌总共是70块钱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很好吃。我们要实测豆汁哦，北京豆汁，北京豆汁，看上去好难喝哦。看一下这个球，那颜色是灰色。对啊，要向上一点，像那个发酵的豆浆。好，来干杯。有一点害怕，少一点。好，还有点烫。表情。其实还可以接受，酸酸的。没有，它是进入你的口里面是很冲，但之后那个味道还可以接受，对的。属于耐吃型，人有耐看型，食物有耐吃型。比如说吃了一口不好吃，我这是吃完的吗？对，那个吃完。
还可以接受吧，我觉得。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吃多几口就习惯了。我觉得还可以。我可以接受哎。你把它喝完，你把它整碗喝完，干的。这里的影片呢，你要看镜头。盐水飙出来了。我笑好丑哦，好丑。我觉得可以接受我觉得不能接受。我觉得第一口是有点难吃，但可以接受。好，要停止吗？可以了。哦，它本来是这里的，我们知道这里了。哦，可以结束了。挑战完豆汁之后，就来到了南锣鼓巷逛逛，然后喝了一杯西瓜汁之后，就准备回酒店休息。有完没完？什么时候能走完？我刚刚讲一下。有完没完？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完呢？好累，我就说要下去。又要下去，上下，今天走2万多步。隔天中午就直接来到惠丰堂吃中餐。当然，这家店并不是北京最有名的铜锅涮肉，只是我和室友那时候手头有点紧，然后刚好看到这家店有卖美团套餐，只要168人民币，于是我们两个就飞奔而来。套餐的锅底是老北京清汤锅底，荤菜有精品肥牛、小羊腿肉卷、甄选肥牛、原味肥牛、鸭血，还有鱼豆腐。素菜有金针菇、娃娃菜、菠菜，主食是面条，小料则是麻酱小料。我个人觉得这家店 CP 值真的很高，值得推荐。吃完了北京的铜锅涮肉之后，就来到了下一站颐和园。我这次是从颐和园的北宫门进入，然后直接来苏州街参观，只是这边刚好在整修，所以就直接来到了下一个地方四大部洲。四大部洲位于颐和园后山中部，是汉藏风格的宗教建筑群。因为四大部洲刚好在万寿山上，然后阳光又很好，看上去真的有一种很神秘巍峨的样子。然后从万寿山上就可以直接看见17孔桥。17孔桥长150米，有17个不同大小的桥洞。接着呢，就慢慢走下山，来到了下一个地方画中游。画中游的建筑依山而建，可以登高远眺昆明湖、17孔桥，还有玉泉山，就像是在看一幅巨大的立体山水画一样。然后因为这边真的很漂亮，所以有超多摄影师都在这里拍照。接着呢，就一路走到了长廊，长廊长达728米，背山面水，平面呈现蝙蝠展翅的形状。下一站就来到了颐和园中最大的主体建筑物佛香阁。这个是要爬上佛香阁的楼梯，真的是会有一点累，不过确实蛮漂亮的。佛香阁位于万寿山的正中位置，是铁力木修建的八角形4重檐3层楼阁，高41米。走到佛香阁之前，会先经过排云殿。排云殿是慈禧太后做寿时接受贺拜还有举行庆典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长廊是不能走的，所以只能走另外一边的楼梯上去。登顶佛香阁之后，就可以俯瞰昆明湖还有颐和园的全景。琉璃瓦在太阳的照射下真的很震撼。我觉得这个佛香阁真的很有天上宫阙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走进古迹，真的会去找它那种特别斑驳的地方，因为它并不只是历史的痕迹，而是这段历史真正存在过的证明。为什么又出现高级？我们这个是有意境的耶。高级。接着呢，就来到了德和园。德和园的3层大戏楼高21米，称为福禄寿3台，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古戏台。这个戏台是为了让慈禧太后看戏而修建的。接着呢，就从17孔桥一路走到南湖岛，欣赏昆明湖湖景。然后就站在南湖岛上欣赏远方的山景，但是不得不说，这里也太像一幅山水画了吧！那种水墨被晕染开来的感觉，真的是把中式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啊！颐和园的联票是60块钱人民币，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因为里面的建筑物真的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真的是除了累以外没有什么缺点。接着呢，就搭地铁来到了河沿肉饼吃晚餐。我点了一份宫保鸡腿丁还有牛肉饼，这样总共是68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它的牛肉饼真的超级好吃，因为它鲜嫩多汁，一口咬下会在嘴巴里面爆汁所以真的蛮推荐这家店的。而且我是排队排了30分钟才终于吃到这个牛肉饼。然后因为室友又去搭12小时的卧铺列车回南京上学，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逛了王府井。王府井是北京东城区的一条商业街，全长1.8公里，历史可以追溯至元朝时期呢。接着呢，就走到了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市百货大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座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百货公司，所以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店。百货大楼荧幕上的大象真的是逼真又可爱。然后王府井就是有各种奢侈品百货，还有一些比较贵的烤鸭店。然后比较符合小林预算的，应该就是北京稻香村这种伴手礼店。我买了一包枣花酥，28块人民币。最后呢，就来到了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喜悦购物中心里面都是走一个未来科技的酷炫风格，所以一走进去真的会有一种视觉震撼。然后逛完之后，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休息。隔天一早就直接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安门。天安门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中心紫禁城的南端，同时也是明清2代北京皇城的正门。然后这边提醒大家，天安门广场是单向通行，所以进去那个门之后就只能绕一大圈，36分钟才能走到对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因为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后来小林只能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数量有140余万件，而且很多藏品还要排队才可以观看，所以真的要好好安排时间，不然就会像小林一样，没有看到几件就要离开了。然后从博物馆走出来，就可以直接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接着呢，就一路走到大栅栏这边吃中餐。然后听说大栅栏在北京会直接被叫成大石栏，可能学的不太像，大家自己再查查看。
大栅栏是北京市西城区的一条商业街，位于天安门广场以南。我吃的这家店叫做紫光园，然后这家店超酷的，因为它可以给你全程观摩烤鸭的制作过程。所以小林在吃饭前就在这边站了一段时间，确认过它的制作流程都是卫生干净的。这家店确实让人觉得安心，值得信赖。然后就来看厨师切烤鸭，而且厨师在切烤鸭的时候竟然还在冒烟，还会发出一种酥脆的声响。我点了一份鸡皮烤鸭、功夫扒肉条、宫保鸡丁、砂锅肉末粉，还有虾仁炒疙瘩。这样一桌美团购买总共是258人民币，我个人觉得非常划算。虽然我个人觉得虾仁炒疙瘩不太好吃，但是它的烤鸭还有奶皮子酸奶真的超级好吃，值得推荐。吃完了北京烤鸭之后，就来到了恭王府参观。恭王府建成于西元1788年，是清朝后期恭亲王奕欣的府邸及花园，同时也是国家5A级景区。恭王府的门票是40块钱人民币。然后这边提醒大家，北京的景点包括圆明园、天坛公园、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天安门，还有故宫、颐和园，都是要提前预约的。离开恭王府之后，就来到了下一站雍和宫。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始建于明朝。雍和宫的门票是25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一定要来。因为雍和宫主要是祈求事业运的，然后小林刚好有一位北大的朋友正在找工作，结果他一踏入雍和宫就马上接到了企业的面试邀约。所以小林和北大的朋友最后就很认真拜了这一座庙，然后就不小心错过了高铁的时间，只能改签下一班回南京。然后因为小林把高铁票从下午改到晚上，然后这一班列车是只要3小时13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南站到南京南站的超级特快车。所以因为等车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小林就来到了汇琴购物中心吃炸鸡还有蜜雪冰城。最后呢，就在汇琴购物中心结束这一次走了将近11万步的5天4夜北京好汉之旅。仔细看，超多粉底的，每个人应该是这样子，女的都是这样子，然后印到那粉底一搭一搭的。奇怪人住这哦，不太帅。你觉不觉得他们这个人的样子好像在哪里都有？细看到的全都是大盆。皇上，你听一下臣妾的心慌不慌？好慌哦！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咯，拜拜！